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4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婚恋心理咨询师周小鹏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吴磊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各位，先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跟你谈恋爱实在太累了，你一直活在爸妈的保护下，什么事都听他们的，一点主见都没有。长辈的人生阅历这么丰富，说的话也都是为了我们好，我不觉得听他们的有什么错。你爸妈的想法左右着你，也在干涉着我们的生活。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在跟谁谈恋爱。我已经在努力着平衡着家庭和你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你非要打破这个平衡？我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妥协。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杨先生，32岁，来自河北，建筑市场推广，有请。小雪，23岁，来自河北，实习，有请小雪，有请。你好。好，你好，主持人。欢迎两位啊。32、23。对。啊，这上来就说你们的爱情受到了他父母的严厉管束，是吗？是的。谈了多久啊？谈了1年多了。咋认识的呀？在网上认识的。这网上也有很多渠道，是哪一条渠道认识的呀？就是平时朋友推荐嘛，有那个交友软件，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好在失恋期，就是想上那个软件去，就是说安慰一下自己嘛，然后他就出现了。失恋了为什么要上软件去安慰自己？就是想说借由一段新的恋情，然后去抚慰自己那个伤痛嘛。然后就碰到了这位是吧？对。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父母知道我离过婚，我的年龄比他大。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反对，后来是知道了我家庭跟我的工作呀，慢慢的接受了我们。但是他的家教特别的严，每天我们出去玩，晚上饭就4、5点钟就要吃，8点就是门禁，必须得要赶回家。我们想出去看场电影啊，去 KTV 玩一会儿呀，朋友聚会呀，那父母不也是为了我们好吗？你想，那8点以后那夜深人静的，那也不是为了我们安全着想吗？你8点之前也是晚上啊，你有什么事不能在8点之前干，非要8点之后干呀？是啊，那朋友聚会晚上很正常嘛。这是你的苦恼是吧？是。8点之前女生要回家。对。父母还怎么管呢？而且就是我们出去玩啊，他父母一会儿一个电话，他和他父母通话的时间比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那我是跟我忽略了我的感受，我又不是跟别的男的打的电话。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父母总是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视频，电话响了3声必须要接，微信5分钟必须要回。那我手机在我手上呢，我要没事我当然就立马接了。我要有事的话，我肯定接不了了呀。不是，如果不回呢？有一次我们出去看电影，手机没有电了，正好没带充电宝嘛。我说这个1个多钟头联系不到也无所谓，对吧？他妈妈这1个多钟头没有联系到他，电话满世界的打呀，开车找，最后电话打到我爸爸那里，跟我爸爸说我把他女儿拐跑了，学坏了。哎，你还好意思说这事呢？主持人你不知道，我那天手机没电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去找充电宝，要不然我爸妈会着急的。然后他就说没事儿，你看上次把我爸妈急的，那他要是让我找到充电宝，不就没那么多事儿了？你还说呢？就因为这次，以后你妈妈买了一块电话手表，实时的定位聊天，知道我们在哪里。那不是怕这种情况再发生吗？而且我那电话手表也不是为了防你的呀，因为我路痴。然后我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去哪儿，然后我爸妈找的定位可能会找到我，就是确认我是安全的。您多大了？23了。还需要带一个安全手表，让爸妈定位去找你。对。您这得回幼儿园从上啊。那我确实是严重路痴嘛。那你过去没他之前呢？我有前任啊。前任也是干这个的，是这意思吧？那不是啊，那我们之前都在学校里，那都熟悉，那我都上了这么多年学了，那肯定不能迷路了呀。我接着问啊，你们是谈了多久之后，你父母知道你又谈了一个新对象，开始管你们的？
因为我是什么都跟我妈说，我跟那个分手了，我也跟我爸妈说了，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跟我爸妈说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对，啊，这是个好事儿哈。然后父母就开始干预是吗？对，然后后来我父母给我配这个安全设备也是有一点，因为他特别喜欢冷战，而且他这个冷战就是我们两个出去，不管因为什么事儿，只要他不高兴，扭头就走，就把我自己一人丢在那儿，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然后一冷战就好几天，必须哄好长时间才能把他哄回来。就这个啊？为啥呀？我不是说为什么，都是我每次我下班早的时候，我想和他待一会儿，他8点就得回家门禁，而且我下班晚的9、10点钟，我说给他发个视频聊会儿天，看一看他是吧？他妈妈可倒好，一会儿送水果，一会儿送点牛奶，后来干脆坐到那里就说你们聊你们的，当我不存在。对，有些话你可以说，我怎么说呀？你有什么你就说呀。我们又不是说什么过火的话，而且我爸妈他们也是过来人，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而且你要真喜欢我的话，你有什么不能当着别人说的呀？你在你父母面前能说，我怎么说呀？那要结婚呢，婚礼上你也不大声说我爱你吗？那你就是不够爱我。他从小都是娇生惯养，特别的娇生惯养。就什么事儿他父母都参与是吧？对，他什么事情就视频聊天要坐在旁边。对，等于你要跟他聊，还得跟他妈聊。他妈妈说的，当我不存在，你们聊你们的。对啊，那你就跟我聊就行了。你们俩交往的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吗？对。比如说什么时候拉手了，这都说吗？那他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不知道？我跟他们说不说，他们都知道呀。不是，是他们主动问你呢，还是你主动交代啊？你有时候是主动问，有时候是我自己说的。他很听话，特别听话，什么事情都和父母说啊，让我感觉到我是在和他父母谈恋爱，还是在他谈恋爱？你当然是跟我谈恋爱了，人家2口恩爱着呢，你跟我谈恋爱呀？你老牵扯我爸妈干啥呀？是他把你爸妈牵扯进来的，是吧？对啊，他老说啊，我跟你谈恋爱，你不要让你爸妈，那又怎么了？啊，这是你的想法，对不对？对啊，那是我爸妈呀。那你觉得你们俩约会的时候，你妈能当个空气坐在旁边吗？那我出去的时候，我妈也不跟着呀。出去的时候不跟着。对啊。所以你说他冷战是有一个前提的，是吧？对，就是也不是说跟我妈视频的时候，那比如说出去玩了，或者这个事情有哪一点我做的不对，我自己也真的不知道我哪儿做的不对，因为我之前就跟他说了，我说不要冷战，你有什么就说，他不说就直接走。然后还有就是我们2个没有在一起的时候，是他主动联系我，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说工作忙，然后每次都是我主动去联系他。这个是为什么呀？你也知道我工作的确很忙，因为建筑行业嘛，跑工地啊，还有这个设计图纸啊，很多事情都要在外地，有时候还出差嘛。我不忙的时候，我都会联系他呀。而且晚上的时候给他打视频的时候，他妈妈就说10点必须要睡觉，对身体还不好。就10点以后也不能打？不可以。那我10点就睡觉了，我也没有跟别人，那我就睡觉了呀。不是，你10点以后你会想着要跟他打一电话吗？我妈妈说了，10点就睡觉，对身体好。那你10点以后你会想他吗？不会。也就是说，你对他的思念到10点就关闸了，是吧？那他要想我的话，可以给我发短信啊，我第2天早上起来我不就看见了吗？但是你不会想他，是吧？对。这个恋爱谈的有意思哈，就是到10点还就不想了。哎呀，这个情绪管理的好啊。他父母什么事儿都管他，什么事都管。去年的时候，我计划说我们2个人去旅游嘛。我提前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要和父母说咱们2个。为啥不能说呢？因为那父母管得特别的严，不希望他晚上和我出去我想计划着旅游嘛，出去玩嘛提前我订好了2间房嘛。后来他跟他父母说了。他父母就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些，不是主持人，你想，你说我那个手表上有定位，他让我骗我爸妈说我在学校呢，你说我爸妈到时候一看定位呀，我在外地呢，那肯定问我在哪儿，他又说，那你到时候想呀，你就说跟你同学出去玩了，那我也不能跟男同学吧，那我肯定是跟女同学，那我跟女同学为什么要订2间房呢？那到时候一视频，那不就露馅了？你说本来我爸妈就觉得。就是说，不同意我们2个是需要的。对，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你说到时候万一我骗我爸妈了，然后我爸妈知道了之后，他不更生气，对他的看法不更严重了吗？后来那我不是为了他好吗？没去成，他父母给我一顿数落。对呀，你藏着什么心呢？要把闺女给拐走啊？没有，只是出去玩嘛。因为他父母对他，那你大大方方的说呀。他父母不同意嘛，因为晚上不让他出去，10点就要睡觉。在家里特别受宠吧？因为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嘛。会洗衣服吗？他不会，到现在袜子还是他妈妈给洗。家里有一次停电了，电卡在哪里都不知道。那做饭就更不会了。那个我妈说怕我被油烹着，然后就不让我。还说做饭呢，有一次我说我想吃他做的饭，后来我才知道他点的外卖给我送来的。那我不是为你的身体着想吗？我那做的那饭能吃吗？
你可以试着学呀，去做呀。那我得一次一次试吧。你想吃，我就立马给你变异出来。那我当然要订外卖了。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出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你比如说我喜欢吃龙虾或者什么的，哪次带刺的、带壳的、贝类的东西我都给他包好了，给他吃。这你要说吗？这不是你应该的吗？你说我要是出去，你说我跟他出去了，人别人都是男朋友跟女朋友包，我在那儿吭哧吭哧，他在那儿请着跟个大爷似的。那你说他脸上有光，你敢吃吗？你好意思吗？不是，你会包吗？会，我爸爸说了，你会，但不代表一定要做。哦，也会是吧？对。但是洗衣服确实不会，是吧？之前洗过，然后爸妈觉得我洗的不干净，后来就不让我动手了。就是这么说吧，你生活还能自理吗？你有保姆吗？然后再不济还有我爸妈呢。没有保姆怎么办呢？以后咱们俩生活在一起怎么办？有小孩子怎么办？那有你呀。我不在家，我上班的时候呢？那你不会带着我去啊？我上班怎么带着你？出差去外地里还带着你，带着孩子出差？那你让家里不要断了保姆呀！你把我娶回家是当媳妇儿当宝宠着的，又不是娶个老妈子给你干活的。哦，这属于自理能力，不是让你干活。那基本上保姆就不能结婚了，对吧？可以啊。结不了婚，是拿回家宠的，怎么能到你们家去干活呢？反正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哦，行，到处都是他的道理，什么都听他父母的，对吧？特别的听。有一次我父亲都是有病了嘛，生病。你父亲生病？对，生病住院了。我跟他说，我说去看一下我父亲，说，毕竟我父母也知道咱们俩谈恋爱。他非常听父母的话，父母告诉他不让他去，他都没有去。我父母心里也很失落的。这是为什么呀？那件事我是确实做的不对，我后来也跟他道歉了，我也去看叔叔阿姨了。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天，我想着说去看叔叔阿姨不能空着手去，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我爸爸妈妈应该带什么，我爸爸妈妈就问了，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然后爸爸妈妈就觉得说什么，如果要去的话，就相当于定下来了。那我们两个当时刚谈恋爱半年多，然后就说还不稳定呢，就说先不要去。那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后来我就没去。那你跟他说了吗？他就是问我为什么不想去，他说让我偷着去，我说我不想骗我爸妈。哪怕10几分钟，到时候瞅一眼，咱们都走，你不说没人会知道啊，我父母心里会很高兴的，对不对？那纸包不住火呀。那我也挺奇怪的，不是你每次一失踪，你父母就给他父母打电话吗？那不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吗？哦，也就是说他父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儿子的女朋友存在，是这意思吧？对啊。后来怎么转过这个弯来又去看了的呢？因为我确实后来觉得你时间长了啊，那我确实去该看看了，因为想定下来了嘛。我们两个就是说想结婚了。你还好意思说定下来呢？我父母都说了，我的年龄比较大了嘛，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说在市区买一个房子，问我说买个什么样？我说买个3居室的。我跟他一说了，他可倒说买2居室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肯定是和他母亲说了，他妈妈说买2居室的，怕以后我父母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那我妈妈不也是为了我们好吗？你想，如果把你的父母接过来，肯定是年轻的照顾老的，爸妈就觉得什么，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如果你把你爸妈接过来，你爸妈还要来照顾我，那多不好呀！那你要不就买个大点的房子，你买个4居室，你把你妈接过来，我把我爸妈也接过来，那互相照顾呗。我不想和你再争吵这些问题了，真的。嘿嘿，哎，甜蜜吗？谈的很累，现在。那怎么还坚持着呢？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刚认识的时候，一直我感觉特别的好。毕竟比我小那么多，我有过失败的婚姻我们相识了，认识了，他也没有这么任性。经过时间长在一起了，他什么事情都和父母说，生活中琐事在父母的保护下，连最基本自理能力都要没有了。以后我们在一起生活怎么办呢？就是你一个人其实是在跟3个人谈恋爱，是这意思吧？很累的，真的很累的。喜欢他吗？我是挺喜欢的，因为当初刚失恋，然后他在那儿就是嘘寒问暖的，我觉得这个人还挺好。你确定是跟失恋没关系，就是喜欢他是吧？对，后来是喜欢了嘛。这结婚未来到底怎么打算？商量过吗？商量过呀，就是后来不就因为这个买房的事然后就耽搁下了吗？就耽搁下来了。现在还正常交往吗？我找不着他真人，这是我跟他闹完之后，这是第1次见他嘛。这个闹是什么时候闹的？到现在有多久？就是房子的事嘛，因为房子的事我们大吵了一架嘛。然后后来就一直找不着他的人，然后我就被通知过来了嘛。被他通知过来了哈。这段时间有多久啊？差不多1个半月吧。等于1个半月都未联系是吧？对。你这1个半月去哪儿了？我工作呀，出差了。那时候我跟他说
互相冷静一下吧，彼此冷静一下。分开的时间。您去哪儿了？我去外地了。那不是有电话吗？为什么不联系呢？因为他说买4级室的说的话，他所有的事情他不为我考虑，只为他自己考虑，为他父母考虑，他不为我们这家庭，因为以后我们毕竟2个人要在一起生活嘛。啊，这1个半月你想他吗？想呀，那找不着怎么办？那就僵着呗。我觉得他僵一段时间，自然在这问题上，你父母给你出的什么主意啊？我父母就说，就别惯着。别惯着。对，就说我太惯着他了，就别惯着。就不搭理呗。对，等他主动回来找我嘛。那你这次来，你父母应该知道对吧？知道。他们的意见是什么？他们说，如果你要真喜欢，那你就自己去挽留。说他现在先不管了。你有考虑过为什么这个家庭对这个姑娘是这么宠溺吗？其实，在我心里认为啊，他家里都一个独生女儿嘛，是吧？父母对她呵护是应该的，但是有些过于溺爱了，真的让我感觉到他这么大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要没有了。行吧，这个父母有一段话，说给这臭小子的，我也挺好奇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吧。你说我们小学就俺家这一个小妮儿又这么单纯，我觉得做爹娘的呢，全方位保护他呢是应该的。我话说的我直啊，你别让他介意。其实啊，一当初我就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本来也不同意这个事儿。你说小学小不懂事，他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啊，玩啥非得大晚上出去，还寻思着2个人去外地旅游。要想接着谈，以后就必须得听我们的。恋爱和婚姻啊，不仅是他们2个人的事儿，更是这2个家庭的大事儿。我养他们这么大，当然要把控他的生活了。我听的核心就是，这事儿你做不了主，这得2家人做主，是这意思吧，姑娘？对。那你今天应该把爹妈带来呀。那这不是2个人的事儿吗？那我爸妈是我爸妈呀，我已经就是在努力的去说服我爸妈了。哦，你这次来没跟他们闹吧？也闹了，因为我跟他就跟我爸妈已经闹了很多回了。1个半月不联系，怎么又想着联系了呢？我非常的生气。气啥呀？一点自理的能力都没有。对呀，那你要娶媳妇儿都没有。不是，你要娶这样的媳妇儿吗？因为从我内心还是喜欢她的。内心还是喜欢。对。 1个半月，你想明白了吗？能接受人家的家规家教吗？怎么说呢？都是说他是能自己有主见，改变自己的想法。改不了，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听。改不了，改不了。如果改不了的话，我感觉我们应该分开，适当的冷静冷静。所以在你的眼里，你看到的是他父母是一个横在你们情感中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对，希望他有自己的主见，因为他也是大人了嘛，20多岁了，不是小孩子。姑娘，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听父母的没有错，因为我觉得我爸妈他们是过来人，经验丰富，那他们就也不可能害我呀，那也是为了就少走弯路嘛。你爸妈不是也不让你来吗？也不是说让你别惯着他吗？你不是也没听吗？那我这不是空了他1个半月了吗？你爸妈一开始不是也不同意你们交往吗？你不是还是跟他交往了吗？对啊，那我觉得可能是我爸妈觉得，你怎么不听话呢？因为我爸妈觉得他长得不太像好人。那你觉得他是好人吗？那我肯定的，那我要是觉得他不像好人，我为啥跟他谈恋爱呀？对呀。对呀，那我就说服爸妈嘛。他虽然就是长得不像好人，所以也就是说，你爸妈说的你觉得好，你会听；你爸妈说的没说到你心坎里，你也不听，是这样吧？对啊。对呀。那如果就是说我跟我父母意见不一样，那我父母也会惯着我嘛？哦，对嘛，就是这意思嘛，任性而为嘛。2个人都很苦恼啊，你们先听听吧，应该怎么处理？来，1、2、3，仨妈在这儿呢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听到他们说了之后，其实我在想，人生的这种分寸感非常重要。无论是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分寸感都要很好的把握，才能够让所有的事情顺利的进行下去。刚刚我听到女生说，爸爸妈妈其实对你非常的娇惯，甚至有些骄纵了。可能做父母的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外人听起来已经感觉到有一点不可思议了。对女儿的这种呵护和照顾已经超过了我们平时的一个界限，所以这个分寸感，我觉得是不是父母亲没有把握好，而孩子在成年之后自己也不自知，没有觉醒。女生在说这些的时候，她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说出了这些。
他不认为父母对他的爱和呵护过度了，失去了边界。你是这种感觉吧？对，我没觉得我父母对我就是管着我没有什么不对，那毕竟是爸妈呢，爸妈又不能害你。父母亲的这爱是无条件的，但是听你说了以后，我觉得已经失去了分寸和边界，会让人觉得这种爱有点密不透风、窒息了。尤其是当另外一个爱你的人出现的时候，他会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场合。但是我听下来也不仅仅是这个女生的问题，这位先生也有他很多的分寸感没有把握好。比如说在和这个女孩发生意见不同和争执的时候，你的处理也让我觉得很吃惊，毕竟你年长她不少，你也经历过一段婚姻，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的分寸感也没有那么好的把握。平时我们会说这个婆媳关系很难相处，但是现在你这个女婿和丈母娘、老丈人的关系也不好弄，而且非常的复杂啊。我倒建议姑娘回去，其实你心里是有数的，你可以做你父母的主。就像赵川刚刚问的，你的爸妈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往后退的，他主要是看你的态度。我觉得你是有余地跟父母亲做进一步的商榷、商讨，然后争取你所有的权利的。当你争取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宽松和宽容的，可以包容你的，对吗？对。所以我想你们的问题有父母的原因，但更多是你愿意怎么样和他相处，你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他相处，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思考的。你要想清楚你的分寸在哪，边界在哪。你做好这个规划之后，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没有问题的，好吗？谢谢。好，谢谢周老师。我们常说啊，改变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改变别人就会更难了。如果一对夫妻或者一对恋人真的想要让彼此改变，最重要的是他们要齐心。但是你们两个一点都不齐心。我先说姑娘，我觉得你有3个不要。你第一个，你不想要一个家，你想要的只是一个爸，可能你想让他成为比你父母更好的爹，但很抱歉他做不到。你希望他在家里边给你请保姆，他在家里边做家务，然后衣食无忧照顾你，未来可能有了孩子，他还要成为一个好的孩子的爹。第二个，你不懂什么叫做尊重。他的爸爸生病了，无论是你作为他的一个女朋友也好，还是作为他的一个朋友也好，知道老人生病看一眼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把看父母，一个生病的父母作为我没有跟你要结婚，所以我不需要去看，所以我说这是不懂尊重。第3个，你根本不想谈恋爱，你想要的就是一个成为公主宝宝。因为刚才赵老师问过你一句话，晚上10点你会想他吗？不会，我不会想他。我也谈过恋爱，我也年轻过，我在想我谈恋爱那会儿，我到半夜1点睡不着觉，我也会想他在干嘛。可你不会想他，这是恋爱的感觉吗？你连恋爱的感觉都没有，那这个恋爱是什么？不是恋爱，那只能说是我想要他对我呵护，我只想要一个卫士能够好好的把我这个公主宝宝呵护长大。所以你3个都没有，你结什么婚？你只是想要一个人帮你度过你痛苦的那段时间，他帮到你了，够了。那对于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可能会认为我做得很好，我对他付出了很多，可是我认为你也没有懂什么是恋爱，你失败过，你有过婚姻，你也知道婚姻当中跟什么人不幸福，跟什么人可以幸福。可是到现在我看到是一个32岁谈过恋爱结过婚的男人，依然不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女人。你明明知道他对父母是言听计从，那好啊，你该报备就报备，你没有报备，你想让他偷偷的跟你走。你明明知道他的父母随时跟他打电话，那你就经常去他家里边跟他父母讲，哎，我今天要带你女儿干嘛干嘛，报备啊。你没有，你只想偷偷的带她走，所以你不知道怎么跟她谈恋爱，你也不知道怎么跟这种类型的女孩相处，那不妨就放掉。所以我不看好你们的爱情，我也不认为你们有过爱情。好，谢谢小鹏老师。有过爱情吗？女生有过。什么是爱情？就是互相想见到对方，然后你说的要求，然后对方都可以达到，然后他能一直宠着你。我觉得这是你对他的要求，他对你的要求，如果你们是对等的情感的话，你应该做到吗？其实爱情有一个基础，
爱情的基础是两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所产生的一种关系。我在听女生所有的描述当中，我不知道你是自发的不愿意拥有独立的人格，还是说就愿意自己蜷缩在那个相对不自信的角落。你对父母所有的对于你这个年龄正当的以及我们听起来过头的要求，你都言听计从。其实你明明是想突破一些过往的人生的规则，去做些事情。所以你想到我想跟他旅游啊，但是我不能骗我的父母啊。其实你有想要蠢蠢欲动、想要成长的想法，你想打破一些规则走出去，为什么不自信地站起来呢？我就是喜欢他呀，我愿意跟他去旅行，我有能力和父母协商，我能做自己的主。为什么拒绝成长呢？因为前一段就是父母管得特别多，我也跟父母反抗过，然后就是失败了。然后我觉得如果这一段的话，你不用解释，你听我讲。我们每个人成长，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比较顺利，有些人可能有很多束缚。这要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不想成长，你害怕成长，希望父母这样的呵护，对他们言听计从的背后是什么？是我对生活不够有自信吗？是我对爱情不够乐观吗？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好好想一想，如果真的想拥有独立的人格，必须打破这个对自己的束缚，必须树立信心。男生，其实我觉得你有很大的问题啊。你选择这个女生，其实是你一开始认为她年轻啊，然后呢涉世未深，听父母的话，一定和你的上一段婚姻关系中的那个女士不一样。你想要她，但是你做错了一件事儿，你所有的情感和她的状态当中都是和她的父母在抗衡。为什么不能和他的父母成为共同呵护他，或者说共同和他分享成长的这样一种关系呢？你听来所有的关系都处得一团糟啊，人家觉得你是个坏人啊，要不就带他跑，要么就对他有意见，要么就说那1个多月咱别见了，要不然咱们散了吧。既然你选择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女生，你就应该担负起她的成长和你们关系共同成长的责任。否则你选他干嘛呢？你明知道他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觉得他不适合你，请早点放手，让他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伴侣，好吗？我也并不看好你们的关系，但希望你们都能认清自我，轻装前行。谢谢。好，谢谢严老师。姑娘，你觉得你独立吗？觉得我挺独立的呀。你还觉得你挺独立的？我本来以为你知道自己不独立，算是对自己有一个客观认知，居然还觉得自己挺独立的。什么都要保姆来干，你没手没脚啊！你千万不要被那些毒鸡汤给害了。什么找一个把自己宠得像女儿一样的男人，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公平原则就是按劳分配。男人在爱你的时候会说，你只需要貌美如花就行。但是如果男人不爱你了，他不会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无偿的跟你分享。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会说不公平。你就是不想承担责任。你想要不干活的时候，想要逃避责任的时候，你就把你父母给搬出来。你想要随心所欲的时候，你想要怎么谈恋爱骄纵自己的时候，你就说父母阻碍了你。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父母之外，没有谁会把你宠成这样。为什么要活成一个别人讨厌的样子？对于男生来说，你就是偷机取巧，你是个回避矛盾的人。你以为离婚之后找一个听话的就行了，但你没有想到，一个听话的后面有2个支招的。你一个人战斗不了3个人。恋爱不是找一个笨笨的、傻傻的、什么都能听你的话、顺着你来的人。一旦你发现他有2个帮手在后面，你就开始用冷战的方式，用挑拨离间的方式，用把他偷走的方式
来使得他和父母之间造成矛盾。你把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挑唆坏了，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能好吗？如果说他是在找爸找保姆，你是在找什么？你是在找一个听你话可以受你支配的人。你刚才不说了吗？听话吗？乖巧吗？你一开始是这样说的吧？是。等到他哪天他不听你话了，你就不爱他了。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爱他什么呢？没有了吧？所有的婚姻都应该是在真诚的、有爱的、平等的基础之上。你选择一个人格都不独立的一个人做老婆，你还指望他能当你孩子的妈呀？将来这不可能吗？女生，其实我更担心的是你。我认为父母有错，但出发点是对的，但是你不是在依靠父母，你是在利用父母，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爱情的事儿都聊完了啊，聊点爱情之外的事儿。在我眼里看到的更多是关于成长。只有自己摔过的孩子，他才知道摔是怎么痛的。只有自己打过疫苗的孩子，见到针才是害怕的。随着成长，他的强大他不再害怕了。所以我就觉得不说你们，因为你们到了这个岁数了，有些道理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关于爱情，老师又给你们分析了那么多，我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你们一下。你们回头去看一看自己的成长，想一想身边的同学，想一想身边的朋友，想一想你们曾经读过的书，你们就会明白在这个关系当中到底怎么了。还是呼吁嘛，最伟大的父母就是放手让孩子成长。所以也希望我们为人父母的年轻父母们以此为戒，你别一边看着在那儿乐，哎呀这姑娘怎么那样，你看这小伙子这么自私。你倒回头来想一想，在你对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在培养这些东西呢？好了，下面是你们要了结你们之间爱情的时刻。这个了结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可能是就此分手，但是只要你们以一个成年人的态度，一个认真的态度，我觉得就可以了。啊，跤总是要摔的，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去摔跤，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去疼。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那件事我真的很抱歉，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我可能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也希望你能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然后往我这边走一步。希望你以后呢独立一点，能够自理一点，能够多为我的家庭为我想一想。如果是做不到的话，我感觉咱们还是分开吧，互相分开一段时间，互相冷静冷静。我觉得我们分开的已经够久的了。沿海岸线终结。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周群老师说了一个分寸啊，这女孩凡是跟父母说，其实当父母的从某一个角度是应该骄傲的。骄傲什么？孩子愿意跟你沟通啊。但是当凡事都跟你说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孩子一些分寸感和边界感有没有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帮他树立和培养起来，这个很重要。哪些是要沟通的，哪些属于孩子内心的秘密，你要允许他存在一个自己成长的小秘密，真是对做父母的考验。来看看这一对做怎样的选择，请开门。有一种悲伤是烧着云，我真的以为他能往我这边走一步，没想到他这么狠心。千万不要寄希望用一段新的感情来抹平一段旧情给你带来的伤痕。沉下来，好好的想，想清楚了再重新开始。
学会思考吧，孩子。谢谢你啊，景薇，谢谢。来吧，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结婚17年了，虽然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但他越来越不在乎我，把心思全用在自己身上，只顾着自己潇洒。他现在老嫌弃我，我有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就总拖我后腿，我总觉得我在这个家越来越没地位了。我操持这个家很不容易，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帮我分担，可他现在心根本不在这个家，我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了。我该为这个家付出的我都付出了，我现在跟他就是没法沟通，我也希望过得更和睦，但他就总跟我对着干。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刘先生46岁，来自湖南，弱电工程师，有请。朱女士42岁，来自湖南，人事主管，有请朱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有多少年了呀？10多年了，17年了啊！17年了，17年了哈。孩子多大？13岁了，到初2。男孩女孩？女孩。哦，女孩啊。今天是谁要来的呢？是我。来干嘛呢？因为我觉得跟他过不下去了。哦，都过不下去了。对。这个说现实当中你们已经分居了，是这意思吧？是。这分居是在一个屋檐下的分房而居呢，还是说有人搬出了这个家？他就直接睡到自己的书房。哦，你们在现实里面沟通过吗？他近几年他根本都不跟我沟通，他又经常指责我这里指责我那里的。哦，不再沟通了。对对。这个您承认吗？主要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跟他沟通不到一块去了。哦。年轻的时候说两个人是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是吧？是的。当时谁追谁啊？我追的他。那时候感情很好。对。什么时候突然发现无话可说了呢？就最近这几年，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嘛，他同学的话可能联系的又多了啊。就以前高中的同学，就整个那几个人对吧，8个人，其中又有6个女生，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嘛，又是他以前的初恋，他们的话。整个8个人经常是住在一起，经常不是K歌啊，就是吃饭的。他也从来都不带我去的。我也想说跟他们同学一起认识一下，你去干嘛了？怎么的，就守了我一番。现在的生活以同学会为主是吧？你看这个本来就也很正常了，你看高中的同学在一起聚一聚，他这点小事也不至于了啊。什么就在一起唱个歌，我觉得很正常啊。像这个K歌一样，也是一种新型的交友方式，是不是？你半夜3更的跟那些女的在那里情歌对唱的，他现在K歌痴迷到什么程度，您知道吗？主持人，他真的是每天半夜3更的，他也不顾着你要不要休息，反正他在那里咿咿呀的在那房间里面唱个不停。他上班的好是谁一心的，我上班每天都是按时按点要上班的，他就可是不管你的了。您现在迷恋于声乐了哈？谈不上迷恋，我在一起，朋友在一起嘛，偶尔唱唱。那为什么妻子说每天晚上都会呀呀呢？练是吧？他就是练好歌，跟他们同学在一起去商业自己嘛。经常去同学会吗？也没有他说的那个样子。还没有。你一天到晚就是净瞎说。一个星期小聚，半个月一大聚的，你说你有没有？3个半夜的再回家，喝得醉醺醺的还要。人生总要有点爱好嘛，有点追求嘛。唱个歌，喝个酒，怎么的，是不是？但问题是你跟那些女的情歌对唱，还有我帮你发朋友圈呢，你这又是怎么想的嘛？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嘛？不是他发朋友圈，还是让他又要求我帮他转发朋友圈，要求我的朋友为他点赞，说他唱的怎么好的。不是他跟别人情歌对唱，让您发朋友圈。是的，都是女的。这是为什么呀？这很正常嘛。主持人您说，这样子的话能说我心里会好受吗？对不对？
你夫人要找个男同学去情歌对唱一下，发个朋友圈，行吗？可以，真可以啊！怎么唱怎么唱。哦呀呀呀呀！我看好像是不行吧？除了这个同学会和 K 歌之外，他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他喜欢书法，我不反对他。哦，喜欢书法哈。对对，以前他喜欢书法，我真的不反对。问题现在的话，他动不动就把他那些什么书法班的一些同学请到家里来，请到家里来也没关系。他在家里来以后，你做这个了，你吃到那个了，不给我一点面子的。等于请朋友来他在家里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对。哦。他也不帮你收拾一下家里，他们搞得乱七八糟，拍拍屁股他们就走了。什么事情都由我来收拾，有时候我下班回来晚了，我没有收拾，他就指责，哎，怎么这个也没收拾，那个也没收拾，他就一路来指责我，好像他一点责任都没有，什么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是这样吗？我觉得嘛，有个时候朋友到家里来聚聚会，练练书法，写写字，陶冶一下情趣，也是可以的嘛。你一个女人相夫教子也是正常的嘛，搞一下卫生，搞一下清洁，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嘛，应该就这样吗？至于吗？每次都是我呀，搞得家里乱七八糟的，要你帮忙打扫一下，你有过吗？好恨的是，经常有那些笔友找到家里来了，连我这个女主人真的是不放在眼里的，他们就直接找到他进他的书房了。你说主人，他们关起门来在里面，我是你妻子呢，你也不知道我的感受没有？主持人是这样的，有些女笔友嘛，他要写什么字啊，或者交流一下嘛，交到我家里来，这很正常嘛。怎么就正常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正常还是个女的呢？那不正常的话，我可以带她到外面去啊，我怎么会带她到家里来呢？就是正常，你不能够关起门在家里吧？这个来朋友很正常。是啊。切磋也很正常。对呀。妻子现在觉得不正常的是把门关起来了，为什么要关起门来呢？这个东西他不懂。什么叫我不懂？不是你要干嘛呀？让人懂。这个写字、文家这方面的需要一个氛围。他叽叽呀呀的吵个不停。哦呦呦呦呦呦呦！您这情操一般人还真追不上啊！就是我跟您说，你说与笔友找到家里来，我是家里的女主人，那个笔友真的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对吧？你要我是什么感受？真的，我每次看到他那个来了，我就跟他吵，他直接的顾及别人，不顾及我的感受，说什么是他的朋友来找他。现在的生活真的是特别委屈是吧？对对，是的。听说您最近还换了辆新车是吧？因为我在外面应酬比较多，朋友面前呢也有点面子。换辆车这也很正常嘛，有这个能力了嘛。但是好像这事儿也没跟妻子商量是吧？我觉得这个车买来就不是我一个人用，你可以开啊。他在那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的，他就是家里的老大，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他现在想放车就放车，大事也不跟我商量，小事情也不跟我商量。对，我之所以问车这件事儿，是因为你们结婚10几年了嘛。对，我想知道你们过去家里面这个财务是怎么分配，就是谁来管理的？财务分配的话，本身按理来说他的收入是比我高，但是他只拿1/3留给家里做开支用，其他的钱就是由他自己挥霍。干嘛留那么多呀？2/3都留给自己。你说家里的开支那么大，他真的有想过家里吗？2/3是这样的吗？我这个个人开支肯定有嘛，外面应酬那么大，还小孩子以后为了以后存一点钱嘛。小朋友以后你也在存钱，是啊，是吧？他都是只顾着他自己去想想，你看他现在了，真的是。咱平静啊，咱说事儿，你指责也没有用嘛，对不对？家里有大项开支的时候，比如钱不够的时候，他从他2/3里拿钱出来吧。那还是你就是拿的。家里面的大开支都有哪些呀？孩子的学费了，对吧？主要就是小孩子的培训费、培训对补课费、学杂费。现在当好了，他们小孩就送到学校去了。小孩子那么小，他就把他放到学校，让他自己在学校里生活。就住宿学校是吧？对，是的。在这个教育问题方面嘛，他跟我的观点是完全不一致的。他呢就把小孩子呢要想变得更优秀一点，使劲的小孩子逼，我有错吗？学个不停。我也想让小孩更优秀一点，不要像我一样受你的压迫，想让你以后生活的更好一点，自己自强一点点。既然这个样子的话，我就把他送到好一点的学校嘛，就是私立学校，就记熟，提高小孩子的自理能力还是有帮助的嘛。您不同意把孩子送走是吧？我肯定不同意，因为孩子毕竟这么小，是吧？这送走有多久了？从1就开始就送过去了。这个从什么时候他开始变的？你一直说近几年。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也就是小孩
多抽针之前吧，他就觉得小孩在家里的话就妨碍他了嘛，他的笔友来找他，小孩在家里他就觉得是他又顾及小孩的感受，对吧？所以他就干脆把小孩支在学校里去。所以在您的这个逻辑线索里面是小孩5、6年级的时候，他开始变的，是这意思吧？是的。为了让这个孩子不碍眼，他还把孩子送走了，对吧？是的。哦，您刚才说跟妻子已经无话可说了，是吧？对对对。过去怎么有话可说呢？怎么突然变得无话可说了呢？你看现在，我到外面去跟个朋友唱个歌也不行，啊，吃个饭也不行，喝个酒也不行。过去出去应酬吗？少。啊，现在条件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了嘛。啊，那您对这段婚姻关系您有什么打算和考虑吗？像这件事这样，跟他在一起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啊，没有共同语言了，所以他呢也总是挑我的刺。这个婚姻呢，只不过是有了小孩子能过就过吧，实在不行呢，也随他。就他说不过，你也就同意不过了，是吧？你还想过吗？无所谓。你看主任他是什么样的态度，真的。所以您今天来到底是要干嘛呢？他这样的态度真的，如果不改下去的话，我就觉得跟他过不下去了。您是来挽回的吧？如果他有改变的话，我可以考虑。咱不说硬话嘛，这在家里是不是已经拿这个先生觉得没办法了？因为他看到我太老实嘛，好欺负，每次在家里就我真的是使脸色啊，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挑我的个人的不是。主持人，你说我自己心里好受吗？我也不想这样的嘛。你现在算忍无可忍了，是吧？对，是的。那你能坚定的迈出那一步吗？有点做不到。做不到，所以今天来看起来是很厉害的兴师问罪啊，但是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基本算是哀求嘛，希望他能回头，是吧？我也过得很饿呢。你看他到我房间没收拾下房间，就要把手机翻看了，老是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呀，你以前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老婆你看谁要跟我来信息了怎么样的，现在我看看你的手机怎么了？你没做什么事，你没有说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可以看？你不要老是提以前的事情好吗？怎么不可以提以前呢？你老是活在过去干什么呢？您还想过下去这日子？您给个痛快话嘛！哇，能过就过。能过就过。那您觉得还能过吗？如果他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一点信任都没有的话，这过下去又有什么意思？我们在一起的话，风风雨雨经历了10几年了。真的是白手起家到现在。他现在倒好，收了有一些同学了，有些笔友了，把我这个妻子真的是晾在家里，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我真的心里好痛。不是您这心里痛，他只能痛啊，咱得想办法让他怎么不痛，我也想办法了。您想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比如说，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带我出去，对不对？您要求过跟他共同出席。对。他说你在家里待着就好了，你要跟我出去干什么？还有什么办法呢？还曾经试过什么办法？每次做了饭给他吃，他就说你吃你的吧，天天的就等外面吃，你外面的外面这不好吃吗？也就不在一个锅里吃饭了，是吧？对。这个时间有多久啊？半年多了。半年多了。我就想今天通过这样的驱动，我看能不能够感动到他，他自己心里怎么想。他把他来到这个节目当成对于这段婚姻最后一个努力，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似乎觉得刘先生，你去意已决是吗？你的种种行为已经让我觉得你心理上其实已经和他和这个家割裂开了。爱情的开始和结束，婚姻的开始和结束都是
你自由的选择。只是我觉得，哪怕你已经决定要结束它，要离开它的时候，你都需要给对方以足够的尊重。你要让他清楚你在想什么，你决定做什么，而不是他非常卑微的希望挽留这段感情和婚姻，在做一些他觉得很痛苦、很不堪，可是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我觉得对另外一个人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和不尊重。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你是去意已决吗？我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女人在家嘛，就应该为男人付出，该做的就应该去做好。做家务是正常的。你说的一个女人在家里，这个女人特指你的妻子，还是包括那些和你一起写书法的女笔友，以及唱 K 的那些女同学，她们也需要在家里做这些吗？别人我管不着，我肯定是管我妻子吧。你觉得如果她做到这一切，你们的婚姻就没有问题了，是吗？我特别想跟您说的是，如果你去意已决，请清楚地告诉他，不要让他再做无谓的挣扎、牺牲，不要让他在这种难堪的漩涡当中无法自拔。我想，这不仅仅是作为丈夫对妻子留有的一点爱和温存，更是做人的一种坦率。和一个男人的顶天立地，爱要爱得坦坦荡荡，离开的时候也希望你明明白白，好吗？谢谢你。好，谢谢周青老师。我们常说夫妻有很多种沟通方式，然后有一种最不健康的沟通方式叫追和逃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场上，妻子的说话永远是在追，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你为什么不带我？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而丈夫永远在逃避。如果17年你们的沟通方式都变成了一个在使劲追着要爱，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是这几年被他逼的我才这样子的。那好，如果这几年沟通模式变成一个使劲追，要的是爱，要的是呵护，要的是关心，一个在逃的是想要自由的话，那这种沟通完全无效。所以我想跟先生说一句话，我没有看到在这段婚姻当中，你把妻子当作妻子，你把她当做了一个保姆。我们给什么人给他钱，而且只是自己工资的一部分，然后剩下大部分的事情交给他，那只有是阿姨。你给到他家用，让他做的是家里所有的琐碎的事情，您认为这是一个妻子的本分，但是我想告诉给您，这是你们两个的家，家务是两个人应该共同承担的，而不是由他一个人完成。另外一个，有什么样的情况下家里来了客人会关门，有阿姨在，我们会关门，因为我们要谈私事，不能让阿姨知道。但是很抱歉，你们是一个家，即便你觉得他可能一直在吵吵闹闹，你可以告诉给他，你明明知道他要你给他爱和呵护，至少你给他一点认可，可是你从来没给到。所以您关上的不是房门，您关上是对他那个爱的大门。所以我想让丈夫您知道，您一直逃是逃不了的，因为您逃的不是他，您逃的是自己的痛苦。何必呢？既然不想让自己痛苦，那就好好有话说，表达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不满，自己想要对方跟自己怎么去做。同样对妻子我也想说，我如果是你的丈夫的话，我站在你面前我很痛苦，因为您今天的手臂抬起来至少不下20次。你知道我们说夫妻沟通当中最忌讳的就是一直用手指着对方，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一直用手这样指着你，你会感受舒服吗？你一定不舒服。你想要的就是说，丈夫你能多陪我，我们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家。您并不反对他在外面玩，你也不反对他学书法，你想要的不就是周末我们可不可以一家人出去玩一下，平时你可不可以偶尔抽点时间跟我一起看个电影，我们两个去吃个饭，因为孩子已经去读寄宿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开始过我们重新的二人世界了。而且还有一个妻子，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丈夫多说话，你一定学会闭嘴。
今天在场上，他无数次想说话的时候都被你打断了，所以你听不到他的心声，你追就是无效的。不要把一个17年的家毁于一旦。谢谢。好，谢谢周老师。其实刚才小鹏老师说，先生不尊重你的妻子，我非常认同。同样，我觉得妻子你也不尊重你的丈夫。你看，你刚才口口声声说小孩送去寄宿就是他自己想玩，他不想让小孩子碍眼，他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哦。你这样去说，如果换成是我，我也很难接受。我相信他希望安排孩子去寄宿是一个综合考量，我不认为他是那么的对孩子都绝情到你碍我眼，我把你送走。所以其实你不尊重他，换来的也是他不尊重你；你不信任他，换来的也是他不认可你。这真的在你们婚姻中是个恶性循环。我其实更能理解，因为可能你们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太多，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都处在中年危机的状态，上有老下有小，自身创造价值的能力又在降低的时候，夫妻是什么？夫妻真的是在这个时刻抱团取暖，共同抵抗我们年龄的逐渐老去。但是你们彼此不尊重、不信任，导致的就是这样的家庭危机。所以我希望你们更多的时候去思考一下，我们未来的人生要不要对方这个他和我共享。如果先生真的认为这样一个女人和你未来人生的规划格格不入，我真的觉得你要及早告诉他。现在我关键是没法跟他沟通呢。没法和他沟通。是啊，因为你把你的心门已经关上了呀。我希望你们都回去冷静想一想，这个人共同生活、同床共枕17年的这个他，未来人生路能否相伴？没有孩子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还可以吗？其实这是一个要留给你们自己的命题啊。最后想告诉你们的是，婚姻家庭不仅仅是责任，没有爱的责任支撑不了一生。是否还爱，请你们三思，再做出决定。希望你们都能幸福快乐吧，也希望你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谢谢。好，谢谢杨老师。3位老师各打50大板，的确双方都有问题。但我要提醒的是，妻子是行为问题，丈夫是性质问题。我清清楚楚记得你说的那句话，你跟妻子说，不要老活在过去。什么叫不要老活在过去？因为以前嘛，才谈恋爱的时候，肯定有花前月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长，跟着时代的变迁，过去只有花前月下吗？没有同甘共苦吗？有。是不要老活在过去，但我想告诉你一点的是，一个人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一个人忘记夫妻曾经的同甘共苦就是背叛。但是我没有背叛他。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你在日子没有过好之前，你有这些笔友吗？你有那些围着你转的那些同学吗？那个时候谁在你身边？有了点钱就翘尾巴。你自己想想，你现在日子过好了，你有闲了，才有些人围着你。你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谁围着你？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你可以离婚，这是你的权利，但请你坦坦荡荡，你走就是嘛。你折磨别人干什么？你带一群人在家里关上门干什么？你可以自己单过吗？你想唱歌唱歌，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你干嘛最后一点尊严都不留给别人呢？这个家是我的了，是你的，也是他的呀，不是你一个人的呀。你带陌生人回家不经过他的同意，不尊重他，你把他当成2个人的家了吗？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离婚，那是你的权利，但请你坦诚地说出来，不要把别人说得一塌糊涂，把过去全盘否定。对于女生来说，我想说的是，
一个女人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因为男人的爱随时可以收回的。你也要永远懂得修饰自己，未必要漂亮，但一定要精致，要自信。女人勤俭是一种美德，但你不能只苦了自己，男人就会觉得理所当然。女人贤惠是一种付出，但不是为了讨好男人，要不然男人就会自以为是。如果你一旦失去了自我，就不要提你拿什么去爱别人。你只有活出自信，你的男人才会害怕失去。你行为方式上是有很多问题，刚才老师们说的都不错，歇斯底里也好，不尊重。可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呀。你不要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也不要说是他逼成你这样的，反正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任何事情有双方面的原因导致今天的结果，但是现在你跪着去要尊严，去要一个男人尊重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应该收起你的眼泪。如果你还一直有眼泪，一直咆哮，只能让他更加感觉到是你离不开的。你明白吗？这位先生，我只想告诉你的是，你要是真的还想试一段时间，就请你保持尊重。如果你真的去意已决，你就说我们非离不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你想一想，你应该怎么做？你也反复的想一想。今天你可以把你妻子说你所有的这几年生活过往的这些话，你就当一幅一幅的画面，你放一放，你放给你自己看一看。倒回头你再想想，为什么他现在要看你的手机？你大概能理解他，你大概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身边的朋友，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这几年所做的事情。坦诚一些。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们在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17年，在这17年之间呢，我也知道你默默的付出。特别是我们才去了的那几年，连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一直跟在我身后，不离不弃，默默的支持我，鞭策我，使我从一个白手起家到现在的小康之家。我知道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你把你的青春都付给了我，我心里也清楚，但是也请你希望能够理解我。有些事情是夫妻之间要相互信任。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以来，就刚才那60秒，你特别有力量。你如果在生活里拿这种力量，那我觉得你会找到你想要的。谢谢两位啊，来，请回吧。我之所以说他最后特别有力量，他沉得住了，能听了，能看了。我听你说些什么，我看你怎么表演的时候，你下一步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决策了。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慎重的，好吧？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希望你能原谅我。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去只是言 I marry me my baby， 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你们这一拥抱在我们这舞台，这个就算画句号了。但是对你们俩来说，那些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回家好好的沟通，好好的梳理一下。希望你们能坦诚，谢谢你们，请回。好，谢谢老师。
追求永恒永垂，就算停止旋转时间。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和女友网恋1年了，我千里迢迢去和她见面，但是她跟照片长得完全不一样。她最后承认是欺骗了我。我回老家以后，她还是像以前那样跟我聊天，对我关心，可是我心里一直有疙瘩，我很迷茫，该不该和她断了联系呢？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姑娘比照片里面要长得好看很多的话，那这种欺骗还成立吗？所以问问自己的心，当初到底是为什么和他建立了这种网恋的关系呢？是因为长相，还是因为他对你的关心呢？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